当专家将倒扣的古碗翻开后，惊讶的一幕闪现在考古人员视野当中，顿时工作人叫了起来。万万没想到，碗里居然盘着一团细细长长、淡黄色条状物，这可把在场的考古人员吓出一身冷汗。而考古人员还在为黄色物体思索的时候，不远处竟然出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一幕。就在不远处，突然出现了各种蜷缩姿态的人体骨架，有女人抱着孩子，也有头盖骨和身体分离的，这也引发了专家的高度重视。那么黄色物体和离奇的尸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接着往下看，在一次考古活动中，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在场考古队的所有成员都不约而同地惊掉了下巴。4000年之前，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泥碗里面居然放置着类似面条的物品。在拿捏不准主意后，考古队通过实验室的相关检测设备检测出该类似面条的物品的确存在和现代面条一样的成分。这个发现让那一次考古活动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惊呼，面条的发源地的确起源于中国。此外，这座墓葬的14具尸骨，其惨烈的程度更是惊呆了考古队，其中有母子相拥的，有多人堆积在一起的。那么青海省海东市关亭镇喇家村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究竟发生过什么？那一次的相关考古还得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说起。因为在当地村民的建房子过程中，因为意外的取土出现了不少古物，甚至还包括珍贵的玉璧。当然，当时的人压根不认识这是玉璧，甚至把玉璧当作是家里孩子的玩具。时间也就来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浩浩荡荡的第2次全国文物普查。当相关的调查组来到喇家村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土地里面有很多的陶瓷碎片。经过相关的前期考古发掘，相关人员确定这片土地上面的先民以及背后的文化主要属于齐家文化的相关范围。目前齐家文化距离现代已经有4300年的历史。经过10年的前期摸排，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始了。而就在刚刚开始发掘之后，相关的考古队就在位于喇家村的村子中央挖到了一条巨大的壕沟。而从这条壕沟的遗址判断，当时聚居在这里的先民规模颇大。之后在这条壕沟的附近，青海省考古队就另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在这附近，考古队挖出了大量的尸骨。从尸骨倒地的走向来看，这些尸骨似乎是被草草地丢在这里。随后的一个情况更让考古队震惊，只见在这壕沟附近一堆尸骨里面，考古队发现其中有青少年和妇人，其中的姿势有匍匐，有倒地，并且还在一具尸骸里面发现了一具抱在怀里的婴孩的尸骨。从客观的考古发掘的现场情况来看，这是一个突发的死亡现场。在排除了当时存在的活人献祭的情况后，考古队认为这个部落遭遇到突发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可能性比较大。很快，一条巨大的裂缝印证了相关的判断。那么是什么样的地质灾害造成了现场的情况？在请教了相关的专家后，首先根据考古情况可以确定的是，喇家村的先民首先遭遇了大地震。房倒屋塌的时候，当时的人逃不出居住的房子。此后在地震结束的时候，因为地震的关系，后续引发的山洪彻底的葬送了喇家村遗址的先民们。在调查完相关的原因之后，在这条壕沟附近又有个惊人的发现。清理完土层之后，考古队发现了一只陶碗，并且呈现倒扣的状态。在考古队慢慢地将陶碗揭开的时候，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陶碗下面居然有着像卷曲面条一样的事物。根据正常的历史和认知，所有人都不太相信
4000年之前的面条，难不成还能保存到现在？为了解开相关的谜题，在场的考古队小心翼翼地清理保存好这些像面条一样的物体，并且寄送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进行检验。在检验的结果出来之后，所有人再次被震惊，因为经过科学细致的化验，证实这些和面条一样的物质，相关的成分的确是小米，的确也符合面条制作的原料。那么，从相关的原材料来看，这碗面条的出现，很有可能就表示当时的先民已经可以大规模的制作和使用小麦粉制作的面点了。因为无论是从精细程度还是相关的口感来看，米粉制作的食物肯定是远远的超过麦粉制作的食物。作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的面条，其起源地的由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在青海地区这碗特殊面条发现之后，相关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地。由此也可以侧面的表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追求，甚至可以追溯到可能连文字都不存在的时代。而喇家村这片神奇的土地，基于考古队的惊喜还不止于此。在面条发现地不远处，考古队发现了一把精雕细刻的大玉刀，并且这把玉刀最薄的地方甚至只有几毫米，而这个几毫米的制作要求，放到现在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工艺和手续。此外，在喇家村遗址上还发现了一片随葬大量精美陪葬物的贵族高等级墓葬，以及一座祭坛的遗址。从这些事物我们也可以侧面看出，当时的齐家文化虽然位于相对偏远青海地区，但是当时的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和中原地区当时的社会风貌基本保持着同步一致的发展轨迹。最主要的是，那一碗倒扣的面条，无论是从材料还是状态来看，都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发现，并且这碗面条更是为中国式面条最早的发源地提供了有力而且结实的核心基础以及物证。那你觉得当时的面条跟现在的面条有多大的区别呢？